胜利者永远只有一个，因此这3块魂骨都将属于最后的冠军。希望你们都能全力以赴，勇夺殊荣。今天上午，请3支队伍各派出7人，进行个人淘汰赛。胜者将直接进入明日的决赛，败者2队将在下午进行团队战，争夺另一个决赛名额。请3队队员前往看台备战，稍后将抽签决定比赛顺序。首轮轮空的选手将与首轮中获胜的选手进行第2轮比试。这场个人赛比决赛同样重要。若能获胜，不仅进入了前2名，还意味着能以逸待劳，准备明日决赛。3队中，武魂殿学院无疑是最具优势的。3名魂王，便是3个万年魂环的差距。还有他们的武魂融合技，仅凭1招便打败了天斗皇家学院，旁人无法窥探其中情况。啊！更摸不透其内涵。他们的战术目的只有一个：威慑。赛后，我和玉天恒交流，但他们对于那招也只有模糊的感觉，根本没能发挥出真正实力。这正是武魂殿学院的可怕之处。他们凭借强横的能力和缜密的心思，步步压制对手，从而取胜。哪怕同样是魂王，他们也是极其强大的对手。更别说我们和神风学院都没有魂王级别的队员了。缜密的心思，同样也是我们的武器，并且我们还拥有他们所没有的默契配合。请3支队伍派出第1名上场队员。第1场比赛需要试探并观察另外2队的战术。精灵，你愿意上场吗？交给我吧。太走运了，抽中轮空，就能在第1轮以逸待劳，更清楚地观察对手。我宣布，个人赛第1轮，神风学院对武魂殿学院比赛。等等，这场我弃权。弃权？这武魂殿学院战队不是夺冠的大热门吗？怎么上来就弃权了？恭喜神风学院获得首轮胜利。第2场，神风学院队员火无双对战史莱克学院队员精灵。比赛请等一下开始。大胆，竟敢打断比赛！请说出你的理由。我的理由就是，史莱克学院放弃个人赛，自愿进入败者组比赛。精灵，回来吧。为什么？我想，认输应该是我们的权利。你说的对，这是你们的权利。怪我多此一问了，抱歉，玉长老。长老，真的假的？他竟然是武魂殿的长老。听说那2位封号斗罗，资历极深，立功无数，却也直到近10年才成为长老。凭这位大师的年纪和实力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威？他为什么要维护我？继续比赛吧。武魂殿学院战队实力强大，本学院自认不敌。我们决定放弃个人赛，与史莱克学院争夺另一个决赛名额。那么，
武魂殿学院战队直接进入明天的总决赛，下午将进行神风学院与史莱克学院的角逐，希望两队养精蓄锐，创造佳绩。回去吧。没想到武魂殿在如此优势下，还会使用这样卑鄙的手段。原本精灵抽到的签非常好，让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对手，但武魂殿的队员却突然认输，这就产生了2个效果：一来，武魂殿的队员保持了完整的战斗力；二来，火无双也能以完整的实力对付精灵。若火无双击败精灵，对上武魂殿，他也会立刻认输。这就相当于他们2个学院联手对付我们。个人赛上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胜利。落败则罢，一旦获胜，肯定会遭受他们的车轮战。啊，这也太卑鄙了吧！以前我还不明白，武魂殿为何同意神风与赤火合并，原来这就是他们的协议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阻挡我们前进吗？未免太小看我们了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。必胜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我就是要再次和你一决胜负，宁可放弃争冠，我也一定要击败你。如果只是为了这个，那你已经落了下乘。哼，那就用事实说话吧。不要以为你救过我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欠你的我已经还了。比赛马上开始，双方队员请就位。风啸天选手和唐三选手曾代表各自的队伍1对1决胜。当时惜败的风啸天选手能在本场中洗刷败绩吗？火舞选手曾在个人赛中击败唐三选手，这次唐三选手又将如何应对呢？神风学院列为3排，攻守兼备，较为稳妥。史莱克学院一字排开，会不会展开奇袭战术呢？史莱克的阵型与以往截然不同，难道有什么后招？2支队伍同出自天斗帝国赛区，在预选赛及晋级赛中曾有过多次交手，可谓是各有胜负，势均力敌。但能进入决赛的队伍，注定只有1支。谁能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？我宣布，史莱克学院对阵神风学院，比赛开始。什么？好惊人的魂力啊！贸然靠近，一定会被这股魂力所伤。
按原计划进行。风啸天升空。好，第2魂技双狼附体，第3魂技疾风双翼。第3魂技火星如雨。火舞的融环技能，还有2位辅助魂师的全力支援，看来他们将胜利的希望全数放在了风啸天和火舞身上。难道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已经修炼出双人武魂融合？双人融合技，火舞与风啸天的默契配合，将神风学院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力，看似是双人融合，却将4人的力量集中于风啸天身上，令他攻防兼备，力量提升到了极致。但是，孩子们可没那么好对付。变！想不到蓉蓉也会这招融环技能。毕竟是7宝琉璃宗宗主之女，只不过融环所消耗的魂力过于庞大，轻易不会使用。7位一体。一般来说，只有武魂和魂技极为接近的魂师，才能施展这种融合技，就像当初的苍辉学院。可史莱克奇怪，每个人的武魂和侧重方向都截然不同，竟然也能施展。同样的融合技，难度却是天壤之别。这就是大师的真正实力吗？大师提出的武魂一体融合理论，我虽然已尝试学习，但终究不明就里。想必这世间除了大师，只有小三完全明白其中奥妙吧。竟然是7位一体融合技，但这个技能的薄弱之处，我已看穿了。这个融合技的发起者正是宁荣荣，而发起的基础，却是给宁荣荣提供庞大魂力的奥斯卡。昊天锤！昊天锤上一次震惊大陆，便是昊天斗宗对前任教皇千寻疾的一战。如今，昊天锤再度显现在武魂殿面前，不知又会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。疾风魔狼36连斩！只有将这2人解决，你们的融合技叫不攻自破。好快，那3人的增幅竟能使他加速到这种程度。紫气魔瞳。
可能！队长上次还和那个唐三酣战许久，这次竟然被一招打败了。该死！如果上次成功阻止了唐三，今天就不会……同样是融合技，小三背后有6名队友齐心协力的支持，风啸天背后却只有3名。这总魂力上的巨大差距，让小三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不止如此，风啸天最大的失误就是再次使用了疾风魔狼36连斩，这是他的最强杀招。上次也给小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为何不该再次使用？正是因为上次的经历，小三对这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结果发现疾风魔狼36连斩和乱披风锤法都有一个类似的缺陷，那就是只要能够在这个技能施展之初将其打断，它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。只有持续发动，不断叠加力量，才是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。那小三便是在风啸天加速的情况下，精准掷出昊天锤，还赶上了风啸天力量尚未完全发挥的最佳时期。凭小三独到的眼功与手法，想必早已算准了风啸天的动作轨迹。这才瞄准翅膀而非胸膛，保住了风啸天的性命。但小三的处境更加危险了。昊天锤越是斩入锋芒，武魂殿的杀心便越坚决。昊天锤融为一体了。气魂真身？不可能，他不过43级，怎么可能使出70级以上的气魂真身？我教给他们的7位一体融合技，虽不像武魂融合技那样强大，但却可以将众人的力量连接、凝聚、集中爆发。此时小三的魂力便是7人魂力叠加后的成果，再加上9宝琉璃塔的叠加增幅，小三的魂力竟已高达70级开外。这就是为什么小三能不可思议地跨越整整30级魂力的差距，驾驭气魂真身的真正原因。兽魂师的第7魂技必然会是武魂真身化身为自己的武魂本体，拥有巨大的爆发力，实力以几何倍数增强。而气魂师的第7魂技就是气魂真身，以自己为气武魂的灵魂，令气武魂的威力达到极致。如果气武魂本身很强悍，那气魂真身爆发的威力只会比武魂真身更加恐怖。他们还没放弃，他们都是值得孩子们敬佩的对手。战胜了对手，难道小三还想施展乱披风锤法？恐怕整个赛场都会被一击毁尽。这股惊人的威势，莫非是天下第1气魂昊天锤？停！爸爸。
应该是老师吧？这就是气魂真身，不只是魂力、力量，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与昊天锤融为一体，这才能使出真正的气魂真身。收！好险！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提醒，我可能已经失控，继而被抽干灵魂了。我宣布，本场的获胜者是史莱克学院。好。明天的决赛将在武魂殿学院战队和史莱克学院战队之间展开。老师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竟然能用出昊天锤的气魂真身，果然不愧是当世第一气武魂，是我失误了。今天孩子们消耗极大，我们先回去稍事调整，再做打算吧。好。虽然大家看起来并无伤情，可魂力消耗却极大，尤其是小三，使用了气魂真身，想必体内的魂力已被抽干了。小三，明日决赛，你的魂力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吗？我这里有固本培元的药物，恢复魂力绝无问题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还是失算了。大师，我们战胜神风学院这场，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完胜啊！是啊，赛前大师把7位一体融合技传授给我们后，又吩咐小三指挥，以最快的速度击溃对手。这个战术不是执行得很好吗？如果早知道小三能够使出气魂真身，今天这场就不会如此布置。有了昊天锤的气魂真身，对战武魂殿学院战队，我几乎有70%把握。可现在过早暴露却不行了。难道1晚的时间，他们就能破解我们的7位一体融合技？不止如此，你们明天的对手有武魂殿做后盾，武魂殿强者无数，封号斗罗不知凡几，总能想出对策。刚才我说的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教皇冕下。如果唐三明日再次使用气魂真身，非死即伤，无需顾虑。你们只需要注意7位一体融合技，按照我刚才所说，将其破坏。凭借真正的实力对战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是你们的对手。是。你们应该知道这场比赛意味着什么，不只是你们成名的机会，同时也象征着3块魂骨的归属。有7宝琉璃宗和那么多高级魂师学院看着，武魂殿是不能食言的。更何况小三暂时也不能再施展气魂真身，否则他会承受无法预料的创伤，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未来。
气魂真身和武魂真身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甚至更加强大。而气魂真身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将施展者自己的灵魂与气武魂融为一体，是需要消耗灵魂之力的。灵魂之力？与魂力不同，灵魂之力只能由魂师自己提供。以小三现在的实力，灵魂还远不够稳固。如果连续施展，灵魂受到重创，轻则记忆减退，变得迟钝；重则直接丧失神智。这是给你们的奖励，同时也是给你们的压力。如果输了，我会把你们都丢到迷踪大峡谷去历练3年。迷踪大峡谷那个鬼地方，怕是只有鬼才能活下来吧？这场比赛绝不能输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教皇冕下，您在担心吗？虽然他们今天占据了上风，可实际上胜利的天平依旧倾斜向我们这边。我担心的并不是那史莱克七怪，他们虽然天赋异禀，可毕竟还年轻，自身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。除了唐三以外，其他人都不足为患。可大师不同，我与他相识多年，他的聪明才智乃是我生平仅见。那不同属性武魂的7位一体融合技就是证明。至少，我自问无法做出那样缜密的安排。您是担心他明天又会有什么特殊的安排，增加变数？不如让我去杀了他。就算有毒斗罗做手，我也有80%把握可以一击必杀。大师，那我们明天该怎么办呢？就算我们能够保持最佳状态迎战，可是对手的魂力比我们高的太多，又有武魂融合技的存在，想要战胜他们实在太难了。困难并不代表绝对。现在你们开始修炼吧，我要仔细想想明日的战术。你要是这么有把握，唐三也不会活着来到这里。你忘记当年老师怎么教导你的？狮子搏兔，亦需全力。轻敌大意，乃兵家大忌。是，教皇冕下。如果一位名誉长老轻易死在武魂城内，武魂殿颜面何存？而且他还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。你们记住，今后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向他动手。是。夜深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小刚，你还是那么令我惊讶。难道当年真的是老师拆散了我们吗？我能做的也只有保护你的安全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